我们现在呢，准备去领取我们的车子。我们今天要开启就是泰国近郊的自驾之旅，一起来看看在泰国怎么租车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如果你来租车的话，只要准备2样东西，就是一本是你的护照，然后另外一本是你的国际驾照，然后跟签上一些就是他给你的条款，确认以后呢，就可以完成租车手续。然后每次租车的话，需要付12000泰铢的保证金。那到时候如果你还车的时候车子没有问题，它大概过，我记得我上次好像过14天吧，他会把那个金额就是退回到你原本刷的信用卡。然后这边可能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他的信用卡是只能刷你本人的，就是谁租车那个信用卡就得刷谁的，不能刷家人或朋友的。对，那我们就等待我们的车咯。完成前面的步骤以后，就到了领车环节啦。这个步骤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，绝对要将车子的状况完整的录下来。在签名前也记得确认好条款再签名哦，这样可以避免往后的纷争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了泰国自驾之旅啦。第一站呢，我们要前往的是北碧。今天的旅程呢，会结合现代与历史的探索。那走，我们出发北碧去喽。沿途的风景有别于曼谷的喧嚣，反而有一种非常无忧的感觉，真的好适合度假啊！你看看这风景是不是超美的？我真的越来越期待这趟旅程了呢。我们呢现在已经抵达北碧了，然后我们要先来一家叫做 Mina Cafe。Mina Cafe 是北碧一家超人气的网美咖啡厅，它在曼谷通往北碧市区的路上，大约2个小时的车程。这里最吸引人的就是那片一望无际的稻田，真的会让人瞬间很放松呢。整个园区超级大的，而且它有各种不同风格和景色的用餐空间可以让我们选择哦。餐点的部分呢也是超级丰富的，而且重点来了，这里竟然没有低消是不是超级佛心的？我觉得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它离曼谷有点远，如果要专程过来，可能会有一点点太累，所以我会建议可以安排一系列的北碧行程一起玩哦。现在呢，找到一个非常舒服的座位，你看，可以躺在这边，然后我要开始吃我的下午茶了，看着前面这片美景。我点了2样，我觉得它超可爱的你看，它是珍珠奶茶但我很好奇它是要怎么吃。而且它的汤匙也超可爱的，是木头做的。我要吃它喽。你们可以看一下里面，它的里面呢就是有蛋糕，然后跟鲜奶油。但我觉得它的鲜奶油有点小 heavy， 所以吃起来会蛮不舒服的，我不太喜欢。然后它中间好像还有一层泰奶的那个布丁，它有吃到那种口感。我发现呢，在泰国这边呢，他们的珍珠都不是真的珍珠，他们都是那种，就是跟在飞机上吃到的一样，都是那个咖啡冻啊。这个让我有点小伤心。这个草莓蛋糕啊，我觉得它超美的。然后我买走了最后1块，它的切面好可爱哦，直接来切下去，草莓好酸。我觉得它的蛋糕其实是好吃的，可是它的那个鲜奶油啊，也是偏油腻的那种鲜奶油，然后我觉得它草莓的分量给的蛮足够的，这个也还不错。那另外我们还点了2杯饮料，我点的是一个草莓苏打，那这一杯是80元。然后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，就是虽然它是草莓可能香精或者是调味酱去加到那个气泡水里面，可是因为我跟他说我不要糖，那它喝起来就是草莓的味道，可是不会到特别甜，我觉得这还不错。那我们总共点了2杯饮料加上2个蛋糕，因为它也没有明确的表明说蛋糕是多少钱。那这样总共一餐就是4个品项的话是380泰铢，其实也没有到特别贵，就是因为它饮料算蛮便宜的，然后蛋糕的价钱就是一般蛋糕切片的价钱。重点是这个美景真的太美了，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就是在下午的时候来这边放松一下。你看。虽然台湾就看得到这种稻田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外看还是有那种特别，就是特别美的感觉。然后它大部分的那个座位啊都是室外的，所以说它都有配那种就是大台的电风扇。那如果说你很怕热的话，它其实也有室内的座位，但是只有大概4、5桌。那我觉得，就既然你都已经来到这个地方，就蛮适合在外面待一下的。好，那我要继续吃我的下午茶了。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桂河大桥。桂河大桥位于泰国的北碧府，是泰缅铁路的一部分。整段铁桥跨越了桂河，为2战时期补给的重要枢纽。它也因为1957年的电影《桂河大桥》而声名大噪，从原本充满悲伤故事的地方，转型为游客必访的观光景点。走，我们一起走进铁桥，探索其中的奥秘吧。
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是一段一段的铁道中间要有这个框框吗？因为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桂河大桥它是一个观光走向的铁道嘛。那这个框框呢，就是在如果当火车经过的时候，游客就会站在这个框框里面等待火车经过，然后他们再继续走到铁道上。蛮聪明的设计，我觉得。那你们知道它为什么会命名为桂河大桥吗？其实就是因为你看后面这一片，它的名字就叫做桂河，所以就是桂河上的桥，也就是桂河大桥。看这只狗，它还在傻傻的。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，桂河大桥呢，其实原本是一座木桥，那后来呢又新建了钢筋水泥桥。可是很不幸的是，在1945年的时候，这2座桥都同时被炸毁了。那他们呢来来回回被破坏了很多次，也修建了很多次。那最后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的桂河大桥呢，其实是日本因为觉得不好意思补偿给泰国的铁桥哦。那我们现在继续沿着铁道前往死亡铁路最惊险的那一段哦。The next day.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北碧死亡铁路最惊险的那一段。死亡铁路为什么会叫死亡铁路呢？其实是源自于死亡铁路呢，原名叫做泰缅铁路，是日本在2战时期为了占领英属的缅甸所修建的铁路。它连接了泰国的曼谷到缅甸的仰光。这条铁路呢，因为工人的高死亡率而被称为死亡铁路。这条铁路原本计划需要花6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，但最终他们只花了17个月就完成了。可想而知，当时的施工条件是多么的恶劣。大约有25%的战俘因为过度疲劳、营养不良、虐待，甚至传染病而失去生命。但现在呢，这段铁路成为了历史的见证，也提醒着我们那段艰难的岁月和那些牺牲的性命。那我们一起前往这段惊险又充满意义的铁路喽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往铁路的路边会有非常多的摊贩，可能是因为今天是平日的关系，所以开店的商家并没有到非常的多，但大概有一半吧。你会发现他们啊，不管是什么衣服啊，都会有那个大象的元素在里面，因为呢，他们把大象视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动物。我们现在呢就要走进那一段惊险铁路之中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好壮观哦！这是我第一次，就有种从历史课本走出来的感觉。Oh my god！ 天啊 ！I can't believe it！ 好美哦！给你们看。这里呢，就是从我们刚刚去的桂河大桥那边一直延伸过来。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就是位于死亡铁路段，然后中间的一个小洞穴。那为什么会建造这个洞穴呢？这洞穴里呢有一个就是佛祖在那边，因为呢你也知道嘛，当时就是死亡铁路在建造的过程中死了非常多的俘虏，所以说呢他们就建造了这个小洞穴，然后里面放了一尊佛像，然后希望让这些逝者可以安息，而且也可以保佑这个路段是可以顺畅的通行。带你去看一下。这是一个洞穴，然后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佛祖在这边，里面的空气算是有点小闷闷的。往外走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走到铁路上。哦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哦，你看它的木桥呢，都是当时用木头做的，然后到现在都还非常的坚固。虽然说它很坚固，但这一砖一瓦一木都是人们就是用非常多条的生命去换来的。就是虽然它很漂亮，可是它也有着非常难过的历史故事在里面。这边就是整条铁路最美的那一段。如果没坐火车的话，是没有办法到那个木桥原来的那一段。但我觉得以这样子看过去，也还是算很壮观。眼睛吃饱后，当然要换肚子啦！走吧，我们一起前往夜市觅食去，一起体验泰国夜市的热情和美食的诱惑吧。我们现在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，就是北碧的 JJ Night Market。那这是一个非常当地 local 的夜市，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太多观光客。那我们来看看这边的夜市会有什么有趣的事物。走。我刚看傻眼，那一件衣服才40块哎，一件衣服40块的49，台币36块哎。当地夜市跟观光夜市的价格差好多。感觉我们今天来的太晚了，有些都卖的差不多。这样一份便当只要20元，
买了一个海南鸡饭，超便宜，20元。And this. You can put here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好缤纷哦，一个只要10块钱。看这个棒棒的，3个只要20元哎。我真的被这边的物价给惊呆了，太便宜了。我们呢已经逛完一圈 JJ Night Market， 我发现这里的东西真的是爆炸便宜的，20，基本上大概价钱落在10块到30块之间。然后唯一看到一个比较贵的，应该就是一整条的鱼吧，那一条鱼140，但因为它很大嘛，那其他的话价钱都还蛮低的。我已经从 JJ Night Market 回来了，那我们现在来吃看看我们刚刚买的几样商品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吃看看那个肉串的部分，这么大，3串只要20，微微的甜咸咸的，然后肉很嫩，很好吃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吃看看海南鸡饭的部分，这一份是30泰铢，满满的。饭的话就有点冷掉了，但口味上也是还不错的，不输给那个洪大哥如果它热的，应该会很好吃。然后鸡胸肉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鸡肉的那种腥味？有淡淡咸咸的那种盐味，好吃。炸蟹肉棒，然后撒那个起司粉，这一份是20元，这么大份，像爆米花一样。这超级好吃哎！它吃起来很像那个叫什么？很像虾饼，起司粉口味的虾饼，超好吃。这个我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再去买。它是炸泡面，然后上面裹上那种泰式酸辣酱，好清爽，好好吃哦，就是酸酸甜甜辣辣的，但没有到很辣啊。我知道它很像什么了，它很像咸版的蹦逼汤，就很像这么大一包，比我的脸大，只要35元呢。我真的觉得泰国的东西都好好吃哦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开箱的美食，很好吃。泰国的东西真的太好吃，没来泰国绝对是你的损失。东西好吃，按摩便宜，买东西也便宜。还有什么缺点？唯一的缺点就是热，但也还好，因为有冷气，没什么好挑剔的。他半夜如果叫了，我会吓死。